正在缅甸进行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2号与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会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启程前往缅甸前，秦刚到云南中缅边境进行了调研，相关安排被外界认为颇为罕见。秦刚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完善强边固防体系，维护边界稳定，不断开创涉边涉缅工作新局面。当地时间2号，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在内比都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秦刚表示，中缅是山水相邻的胞波兄弟，中方历来高度重视发展中缅睦邻友好关系，愿同缅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2020年历史性访缅成果，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率先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缅全面战略合作稳步前行。秦刚指出，中方真心希望缅甸局势稳定、国家发展，支持缅甸探索符合国情、具有缅甸特色的发展道路，支持缅方继续推进政治转型进程，支持缅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处分歧，实现和解。中方主张国际社会尊重缅主权，为缅实现和平和解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为缅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快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合作项目，开展农业、教育、医疗等惠民项目。敏昂莱表示，缅中建交70多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发展势头，取得丰硕成果。缅方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加强缅中友好合作，积极构建缅中命运共同体。缅方赞赏中方在涉缅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欢迎中方发挥更大作用。缅方重视保护在缅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愿同中方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安宁。外界注意到，自2021年2月缅甸局势发生突变以来，中缅沟通并未中断，两国合作在疫情之下仍然保持积极态势。而秦刚是迄今与敏昂莱会面的中国最高层级官员。此次秦刚对缅甸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还与缅甸前国家和平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缅甸外长丹穗分别举行了会见。谈及缅甸局势，秦刚多次表示，中国对缅友好政策面向全体缅甸人民，尊重缅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缅维护独立自主，保持政治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支持缅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具有缅甸特色的发展道路，稳妥推进政治转型进程。深圳卫视注意到，秦刚此次对缅的访问行程安排颇具深意。启程前，秦刚在北京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海泽，双方就缅甸局势的政治解决交换了意见。秦刚表示，中方愿继续为特使女士斡旋努力提供支持和帮助。海泽也表示，联合国赞赏中方为推动解决缅甸问题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中方继续为缅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呢，对缅甸各方的这个政治势力而言呢，都是这个友好的啊。换言之呢，是从缅甸的各方的政治势力来看呢，中国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可以信任的这个伙伴啊。所以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和解和调解的这个角色呢，是最理想的。相反呢，西方呢，因为这个预设了立场，就是选边站队，所以它只能是起到一个分裂的作用，它起不到这个促进和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明旺表示，秦刚在访问缅甸前特意前往两国边境地区进行调研，相关安排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一方面是这个对中缅边境的稳定呢表示重视啊，认识到这个问题呢是影响中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缅甸军方呢和少数民族武装呢之间的这个矛盾和这个冲突呢，影响了中缅边境的这个稳定。也实际上呢也是提醒啊缅甸政府呢能够重视这个问题。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行程后，秦刚还将前往印度出席4号至5号在国阿邦首府帕纳吉市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会。会议期间，秦刚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做好全面准备。此次会议期间，中印外长会否举行双边会谈引发外界关注。
在3月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秦刚与苏协生刚刚举行过会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保持着高频率的沟通接触。中印两军于4月23号举行了第18轮军长级会谈，双方本着友好和坦诚的精神，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就在5天后，28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出访印度出席上合组织防长会，这也是加拉万河谷冲突后中国防长首次访印，并与印度防长拉基纳特举行了会谈。外界认为，在此背景下，中印高层延续高频沟通态势，进一步就包括边境问题在内的各领域议题深入沟通十分有必要。因为这个中印关系呢，它其实很复杂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它不是仅仅是由这个边界问题来定义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两国呢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进行磋商，所以两国外长呢是很有这样的必要举行双边的这个会晤啊。边境问题的解决呢，我想它还需要比较长的时期啊，因为它第一个很复杂啊，第二个呢，印度方面呢这个非常坚持它的立场，印度方面呢这个做出妥协的姿态呢，目前来看呢，还似乎不大可能。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你好。国委员兼外长秦刚访问缅甸，与缅甸领导人举行了会晤，那您对此有什么观察？首先，此次访问突出了战略性。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月历史性的访问缅甸之后，需要将相关的成果落实下来。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各国都面临着疫情的挑战，很多的跨国界的交流活动呢也暂停下来。过了3年，疫情的阴霾散去，交流互动逐步恢复。尽管在过去2年中，缅甸国内局势发生变动，但是习近平主席访问缅甸达成的共识和成果，还是要继续落实推进。我们也看到，秦刚与缅甸领导人会晤时，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中缅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成为关键词。对于缅甸国内政治局势，秦刚表达了中方的希望和对缅甸的支持。中方希望缅甸局势稳定，国家发展，支持缅甸继续推进政治转型进程，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脱除分歧，实现和解。在此之前呢，秦刚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秦刚表示说，缅甸问题的背景复杂，内外因素错乱交织，没有速效药。对于中方的立场，缅方是赞赏的，也欢迎中方发挥更大的作用。秦刚在访问期间与缅甸高层举行会谈，表达中方的立场，也为推进缅甸局势缓和以及政治和解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无论是从中缅双边关系，还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以及在更大的亚太范围来看，秦刚的缅甸之行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会，那您对此又有什么观察呢？印度是今年的上合组织的东道国，秦刚国务员兼外长将出席外长会，与会外长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各领域的合作等问题呢进行交换意见，并且为上合峰会做好全面准备。需要关注的是，印度是今年主办上合峰会和 G20 峰会，对印度来说，今年是外交的大年。作为2个重要多边平台的东道国，印度的外交行动还是非常受到各方的关注。上合组织是欧亚大陆东端非常重要的多边外交的平台，为欧亚大陆东端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俄乌冲突背景之下呢，上合组织的价值更加的凸显。上合组织为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对话提供了平台，而上合组织最初也是为了打击三股势力、解决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而形成的组织。这是上合组织的底色。上合组织不断的扩容扩员，而坚持基本底色和功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印度作为东道国，组织上合组织的防长会议和外长会议，为上合组织以及成员国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尤其是上合组织最引人关注的在边界以及打击三股势力等问题上所取得经验和成绩。印度和中国、巴基斯坦存在边界上的问题，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东道国，印度也需要负起责任。在上个月呢，中印两军举行了第18轮军长级会谈，按照2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就加快解决有关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上合组织成员国代表着一种身份，
也是一种责任。在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下，上合组织受到了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的关注，沙特等国希望加入到上合组织中来。此次外长会呢，也会为峰会做全面的准备，围绕上合组织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研讨。除此之外，上合组织外长会也为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场边会提供了机会。秦刚与俄罗斯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之间的交流，也会是国际社会所普遍关注的。好，谢谢孙新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驻华大使伯恩斯成为拜登政府最新一位否认所谓与华脱钩的高级官员。他2号在一场智库活动中强调，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随时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对话。美媒纷纷形容这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对华信号。话虽如此，美国近期却在中美恢复航线的谈判上再次无理刁难，给中美关系添上新的阴霾。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2号视频出席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一场座谈会时表示，中美关系仍是复杂且充满竞争性的，但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已经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会谈，并希望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达成共识。 Our view is we need better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deeper channels, and we are ready to talk, and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o that.Of course, when you've got big problems and when you have major disagre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座谈会上，其他嘉宾提到，拜登政府为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已经出台了多项禁令。此外，拜登还将在不久后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企对华关键经济领域投资，也引发外界高度担忧。中美经贸会否加速脱钩？对此，伯恩斯辩称，对华科技贸易的约束是有限和常识性的措施，旨在避免加强对手的军事实力。We're not looking at a separation of these two economies, but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have taken and will continue to take measures that would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伯恩斯的表态与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几周传递的信息一致。即拜登政府要的是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脱钩。值得一提的是，彭博社的另一篇文章采访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领袖，他们纷纷表示，尽管拜登政府有所谓国家安全顾虑，但美国半导体公司仍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该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纽菲尔直言，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市场，美企不能缺席。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古德里奇抱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和贸易限制时，企业像是在坐过山车，永远不知道未来6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政府的限制总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深圳卫视注意到，伯恩斯在座谈会上除了呼吁中美高级别对话之外，还提到两国应增加学生交流，称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伯恩斯表示，美国年轻人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这样才能在日后任职于政府部门时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正如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便给自己定下了学习中文的目标。伯恩斯还说，中美针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目前已悉数取消，希望各项正式和非正式交流都能恢复如初。We've had a decoupling of our societies over the last 3 years. It's not healthy. It's not smart.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伯恩斯的发言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显示出拜登政府对恢复中美对话的渴望。伯恩斯口口声声称要恢复中美间人文交流，美方近期却在中美航班复航方面使绊子。自1月8号起，中国正式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各类国际客运航班管控措施悉数取消，中外航司纷纷宣布恢复或增加国际及地区航班。然而，中美航线却纹丝不动。美国航司每周有12班飞往中国的航班，中国航司则有8班飞往美国。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已提出给予中国航司与美国航司相同的每周往返航班数量，即每周增加4班。但前提是中国航司必须同意赴美航班不飞越俄罗斯领空。金融时报称，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航司一直对因华盛顿对俄制裁而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耿耿于怀，认为绕行俄罗斯导致他们面临的燃油成本远高于中国竞争对手，因此正游说拜登政府阻止中国航司获准在两国之间开通更多航班。
代表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美国航司的行业游说团体美国航空协会日前在国会山的一次演讲中就表示，外国航司可以获得更短的飞行时间、更低的成本、更少的燃油消耗，这使美国航司处于竞争劣势，每年损失的市场份额预估为20亿美元。美国航司的要求也得到了一些议员的支持。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等人就曾在3月份对中美航班大放厥词，声称督促美国政府禁止中国及其他非美国航司在直飞美国航班时飞越俄罗斯领空，否则不公平。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美方的无理要求是中美航线谈判进度缓慢的主因。这名官员指指，美俄之间的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更不应作为要求互惠的依据。他还表示，印度和阿联酋等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而没有在美国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不接受美方这种所谓绕过俄领空的无理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美之间首次就航班问题发生争执，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美方多次借故挑事。去年1月，由于美国新冠单日确诊病例创新高，一批美国航班触发中国熔断政策而被叫停。美国交通部宣布对等停止中国航司直飞的中美航线，以示所谓公平。共有44班中国航司执行的中美航线被美国停航2个月，给两国人员交流造成极大困难。同年8月，美国再次宣布暂停4家中方航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26趟航班。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当时就指出，美国交通部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大使馆表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熔断措施是公平和透明的，适用于中外航空公司，并符合双边航空运输协议。美国实施了对俄禁运的一系列的规定，强制的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头上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长臂管辖的这种做法，很明显是将正常的航空营运予以政治化了，这样的一种操作。如果这样的一种逻辑不改的话，会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相互关系的摩擦中又增加了新的纷争点。不过，有观察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预计美国继续阻拦中美航班恢复不会太久。一方面，增加航班对美国航司来说利大于弊，因为美国国内航线比国际航线更赚钱，中国航司只能飞到美国节点城市，这就意味着大量旅客需要美国航司承运到各个城市，利润不可小觑。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考虑到，如果因航线争端而失去中国旅客，对其经济的冲击。根据法国外贸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中国旅游客流强度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全球每年将获得16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其中美国将吸引到340亿美元。但若民航不恢复，一切都将打水漂。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在对华关系中诸多议题，包括这个航线选择议题方面，应该承担起足够的责任，而不是口头说要改善和加强交流，而行动中间又致力于破坏这样的一组关系。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说牌还在美方手里，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以更负责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问题。据岛内媒体3号报道，过去1天时间里，解放军军机27架次，军舰7艘次继续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一架 BZK-005无人机以顺时针方向绕台。这是1周之内再有解放军军机绕飞台岛北、东南空域。与此同时，所谓美台防务产业合作论坛3号举行，大批岛内民众聚集在会场外，手持美国战争贩子祸害台湾等标语进行抗议。台防务部门3号公布，2号6时至3号6时，解放军军机27架次，军舰7艘次在台海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的13架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岛西南、东南及东北空域。机种包括苏30战机、歼10战机、歼16战机、BZK-005无人机、运8技术侦察机、运8远程电子干扰机以及运8反潜机。大量的解放军的战机在台湾岛西南海域。为什么要在西南海域？其实我们知道，西南海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水道，
这里面有38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塔海峡、巴布亚海峡。一方面的话，就是解放军可以对台岛内部的军事能力加以了解。美国要想进出南海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话，恰恰是通过38海峡进入到南海，比如它的核潜艇、它的水面舰艇。所以我们也需要对38海峡了如指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态化的在台湾岛周边进行军事演练、战略巡航、警巡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呢，都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我们的发展利益。引起岛内关注的是其中一架解放军无人机。台防务部门称，这架 BZK-005 无人机越过所谓台海中线北端后，以顺时针方向沿着台湾东北方、东方、南方空域，再转至西南空域后飞到大陆沿海。据悉 ，BZK-005 无人机被称作中国大陆版的“死神”无人机，可执行通信中继、侦察，甚至可挂弹进行攻击、货测绘及货物运输等民用任务。事实上，解放军无人机巡台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化，它与其他军机共同绕台，有着相互配合、实战模拟的战术考量。而最近一次就在1周前的4月27号至28号，当时被称作双尾蝎的解放军现役最大型无人机 TB001 以逆时针方向绕台。常态化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尤其现在我们知道，台湾的不少政客甚至台湾的军火商都跑到台湾来兜售武器装备，这个本身就是在给两岸之间的关系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解放军必然会采取某种方式来加以反制。太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解放军使用无人机绕台飞行已成常态，且机型一再变换，从 TB001 到 BZK-005，下次可能是无侦机甚至彩虹无人机，并可能从单向绕台到双向绕台，对台军造成很大压力。目前解放军无人机技术相当纯熟，且滞留台湾东部空域时间相当长，侦搜防空、雷达等电子频谱将预区完整。无人机的成本使用要低得多呀。如果解放军不断地在无人机在台湾岛周边进行巡逻巡航的话，对于台军来讲的话，必然会有所顾忌。那么对于我们知己知彼，尤其是知彼，无论是台军也好、美军也好、日本自卫队也好，都是会带来更大的帮助。近年来，台军方也正加速展开无人机的研发。3号举行的所谓美台防务产业合作论坛上，焦点之一就是无人机的发展。由25家美国军火商组成的代表团于4月30号抵达台湾窜访，已进行的行程包括前往位于苗栗的太空公司以及台防务部门的智库。而重头戏就是3号举行的这场论坛。该论坛的幕后主办是成立于1976年的美台商会。事实上，该商业协会又被称为美国军火商的掮客机构。近年来，有一大批美国退役将领、退休政客进入美台商会，成为美台军事勾连的重要推手。今年则由去年刚退役的美军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鲁德尔率团，美台商会会长韩汝博随行。据岛内媒体报道，论坛上双方讨论了强化台湾无人机技术与能量。据悉，台军方对功能强大、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装备，包括无人飞机、水面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以及相应的弹药非常感兴趣。台独分子非要去挟洋自重，让美国来给自己撑腰打气，所以两岸之间的局势现在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呢，美国的政客不断地在炒作中国大陆军事威胁论的话，台湾当局必然就会买更多的武器装备，就是想通过台湾这个冤大头挣得盆满钵满，来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军火商高调窜台，试图榨干岛内老百姓的血汗钱，并将台湾武装成豪猪，引发岛内强烈不满。5·1小长假收官，人从众现象花式刷屏，假期消费强势复苏。整个长假期间，约有超2.74亿人次出游，港澳游、出国游、小众目的地游也异常火爆。而令人遗憾的是，受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台湾观光业未能享受到大陆假期消费的红利，只能眼馋叹气。岛内舆论呼吁尽快开放陆客，要交流，要人气。根据文化和旅游部3号公布的数据，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9.0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同比增长128.90%。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0.66%，实际上这一数据也远超预期。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节前的预测，5天假期将会有超过2.4亿人次出游，是2019年同期的104%。受游客青睐的全国景区前10名分别为杭州西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南京中山风景区、北京颐和园、大理古城、西安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武汉东湖风景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天坛公园。多家外媒关注中国的火爆人潮和经济复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在节目中分享了上海外滩、北京长城等地的旅游盛况。And tourism is surging in Shanghai. Tourism authorities there say that the city has received over 3 million visits from tourists on Saturday, the first day of this 5-day-long holiday period. And in Beijing, I'm going to show you this footage. Massive crowds have descended upon popular destinations, includi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n fact, on Sunday, more than 14,000 people visited the Mutianyu section of the wall. 在提到港澳游的火爆时 ，CNN 也惊叹于各大景点及餐饮店面的人流如织。And if you talk to business owners and talk to tourists in Macau, especially, the buzz is back. 据港澳特区政府数据统计，5一期间预计约有461万人次进出香港，而假期前3天入境澳門的旅客也超35萬人次。比業界嘅預期咧係更為理想嘅。咁喺酒店方面啦，咁喺過去嘅2日啦，咁其實咧個酒店入住率咧平均都差唔多有90%。因為2年多沒有來過香港了，然後這些香港的一些好玩的景點啊，一些好吃的東西啊，早茶啊。我想一塊來體驗一下。深圳衛視注意到，島內旅遊業者和媒體也高度關注大陸5一假期的旅遊熱，但由於民進黨當局迄今仍未開放大陸遊客赴台，因此台灣旅遊業者只能乾着急。就是說隔壁的永康街，甚至麗水街，這以前真是人山人海，士林夜市也是一樣，還有最明顯的像日月潭這樣的地方，以前我們去的時候要排隊，現在呢大陸觀光客不來了，所以整個的憧憬是全台灣的。你說飯店、旅館、餐廳，然後還有遊樂的這個遊樂區，全面還有夜市，全面性的受衝擊。所以因為大陸觀光客對台灣很多人是有好感，可是呢，我們偏偏自我放棄了這一塊。據悉，台灣4000多家旅行社裡面，經營大陸客旅遊業務的高達90%，而台灣航司2019年的財報顯示，兩岸航線營收佔全部的4至5成，可見兩岸旅遊對台灣觀光業而言極其重要。行政機構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台灣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為負3.02%，不僅較2月預測數大減1.82個百分點，更創金融海嘯以來最大減幅，至14年新低。好，稍后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5一假期就要结束了，那您怎么看这次假期的火爆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旅游业全面复苏？主持人好，你说的不错。今年的5一假期呢，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我们从刷屏的手机视频和照片看啊，的确是非同寻常，有很多奇特的现象。兵马俑、长城、名山大川，以往的假期呢，也有人山人海的时候，但今年呢，连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游客呢，都发生了晕倒现象。广阔的东皇鸣沙山下，居然呢给骆驼设了红绿灯，这些呢都是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可见呢，中国人的热情够高，对未来抱有信心。当然呢，这也与过去几年的疫情压抑消费有关。现在这个爆发出来放飞了，所以呢显得非同寻常。从5一假期的火爆中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今年的出游人次超过了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这说明了旅游业全面复苏。二是境内外旅游双龙驱动，不仅呢国内游很热，这个交通部门的统计说呀，5一客流峰值呢已经超过了通用，很了不起。就是境外游呢也达到了2019年同期水平，这说明呢国内外的这个往来通行呢都正常化了，包括航班次数、这个检疫检验、签证办理、酒店预订等等，这就标志着呢经济交流的正常化。3是对经济的平衡发展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经济不发达但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今年3至5线城市的酒店预订呢同比
这个涨幅均超过了150%，那么对那里的经济刺激呢，肯定作用很大。这个5亿客流呢，更是集中于这个休闲旅游市场，巨大的客流量同样呢，也带动了酒店、景区、餐饮业、特色产品等消费规模，会拉动经济发展的。5一节火爆，那么也显示出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活力，体现了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仅仅几天的假期呢，就让世界对经济复苏产生了这个信心，真的很了不起。但全国5一节的火爆似乎没有点燃台湾。台湾旅游业人士说，大陆旅游火得一塌糊涂，台湾从业者却无法分享。您怎么看呢？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5一假期，中国大陆热火朝天，只有一个地方呢寂寞沙洲冷，那就是台湾。为什么呢？这个台当局没有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游，所以呢，这个台湾同胞呢眼睁睁的这商机从眼前流走，这个台湾从业者呢无法分一杯羹。其实国台办在4月初就给台湾方面呢打招呼了，希望尽快全面恢复两岸旅游和民航客运航线，以回应两岸民众的期待。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一直坚持禁令，不允许大陆居民赴台，也不允许呢台湾旅行社经营赴大陆团队旅游业务。那么这个禁令呢是2020年1月新冠疫情发生以后，台当局下的禁令，到现在呢疫情都基本结束了，台当局仍然不改动，就导致这个大陆游客没法赴台消费，而台湾旅游业呢也没法从大陆游客身上赚钱，只能干着急。2019年中国大陆这个游客出境游的10大目的地，台湾呢位于第6位，仅次于香港。今年呢，台湾自然榜上无名，香港呢却跃升到了第2位。是台湾民众不欢迎大陆客吗？恰恰相反，65%以上的台湾人呢希望当局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游。那么失去了5一黄金假日的机会以后，这岛内民意代表呢也是猛批蔡英文、台当局这个和民进党，认为都是意识形态在作祟，把政治呢凌驾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之上，这个阻碍了两岸观光旅游。他们呢也呼吁民进党呢要扩大两岸交流，尽快开放双向旅游观光，帮助台湾旅游业摆脱困境。如果民进党当局不能够改善两岸关系，不能够尽快恢复大陆游客赴台，不能快速回应淘淘民意，那么呢被下架就是时间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次5一节火爆的旅游让台湾错过大好商机，责任呢全在民进党台当局。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